美国宣称对中国进行一场无核的有限战争，为何是一个陷阱？美国又是如何在规则上做文章，限制中国用核？中国又将如何应对？近日，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，美国前防长助理科尔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，他认为美国在台海应该对中国发动一场有限战争，而这个的前提就是中国不使用核武器，那美国就完全有实力可以打败中国。随着科尔的言论一出，当即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对于科尔的大胆言论，则都是格式一词争论不断，因此一时间就成为网上热搜的第一名，并且热度也是持续不下。那么这科尔是何许人也？为何说出这样的言论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。据悉，科尔是美国共和党内部鹰派的代表性人物，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的他，曾主导制定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，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反恐作战转移到大国对抗。虽然他目前已经卸任，但是在美国军政界仍然有很高的地位。因此，虽然科尔的言论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，但是中国仍然需要保持警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科尔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美国的鹰派政客的心声。因此，美国就是个典型的好战的国家，而且只要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的，就绝不多说一句话，而且也是言出必行的国家。之前说要派兵哪里就直接派过去，丝毫不带犹豫的，而且也不心慈手软。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，因为如今已经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了。中国随着近些年来的发展与壮大，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，也是完全有实力和美国掰手腕的。中国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会对美国产生重大的威慑作用，所以如果两国之间一旦爆发正面冲突，那么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因此，中美双方对于发动战争上都是十分谨慎的。那么，科尔所说的有限战争是什么？为何说不能让中国使用核武器？据悉，有限战争这一军事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1957年提出来的。他强调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，仅仅是依赖核武器来对别的国家进行威胁或者进行打击，将会越来越难以实现。因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，而且一旦爆发核战争，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将是毁灭性的灾难。因此就引进了有限战争这个概念，这就是说交战的双方在战争中都不使用核武器，从而使得交战的双方投入有限的武力和兵力，尽量来控制战争的规模，这就使得战争的结果双方都可以承受。而美国之所以害怕中国使用核武器，这可能也是美国对中国核武器实力的忌惮。因为此前美国媒体大大渲染中国的核武器数量，并且宣称中国在未来5年拥有的可投送核弹头可能多达700枚，到2030年可能达到1000枚。此外，美军在报告中承认，对中国核武器数量的评估远远超过了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预计的速度和规模。而在2020年，美国就预计解放军到2025年有200枚能投送到美国的弹头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中国核武器速度发展的速度极快，甚至是超过了美国的预想。因此，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器实力还是十分的忌惮，并且也是惧怕中国的核武器。所以科尔才会说出中国和美国有限战争中不能使用核武器。然而，这其实只是美国的一个陷阱。因为美国方面正在极力推动更改国际条约，意图将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排除在核武器攻击的范畴，仅将战略核武器视为核武器攻击。而中国的核弹头几乎都是战略核武器。有一个明显的证据，便是美军正在改造自己的 F-35战斗机，使其可投射 B-12战术核弹，并且美国也在针对中国打造 F-35包围圈。因此说美国不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是假，让中国不能用核武器报复才是真。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一直强调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，所以美国就是抓住中国这一点，所以才敢说要与中国在台海打一场有限战争，这完全就是对中国的激将法。但是中国也是完全可以应对，也可以学习俄罗斯的强硬。因为俄罗斯发表言论，不管美国打什么战争，俄罗斯都将准备妖魔化核武器的回应。而且在2020年8月份，
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布了其使用核武的政策，明确表示，在收到俄本土遭到弹道导弹攻击的可靠消息后，俄罗斯就有权用核武器予以回应。这就是说，不管对手打什么导弹，哪怕是常规导弹，俄罗斯都将以核战争来进行报复。而中国方面的回应也是，不管美军核弹当量高低，只要遭攻击，必核反击。所以，如果中国真的在台海对中国发动战争，严重损害中国的合法权益和主权，那么中国也可以采取核武器来回应，以此来应对美国各样无理的行为。而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自我防御，也是有理有据。所以，如果中国这么来应对美国，那么美国的阴谋就将破碎，这也使得美国在中国占不到便宜，中国都可以采取强硬的回应。再加上中国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，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构建区域拒止体系，发展不对称打击能力，所以这也是加快了中国对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展，这也将成为中国痛击美国航母的秘密武器。而且对此，中国还特意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中国弹道导弹测试的基地，专门来进行反舰弹道武器的研制，以此来牵制美国航母群，威慑其霸权垄断地位，打破美国在航母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。而这其中的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更是威力巨大，据悉它的射程约为2000海里，能够大区域无依托机动发射，可实施快速核反击，并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实施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，也是中国军队通用全域射战的新型杀手锏武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媒体称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为关岛杀手，这主要归功于东风26的射程远、精度高，且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能力。所以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这款新锐的弹道导弹，它的威力当然是不言而喻了，也成为了美国航母当之无愧的杀手，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和震慑力。此外，中国的东风17弹道导弹也有其巨大威慑作用。东风17弹道导弹具备全天候、无依托、强突防的特点，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，并且其具备的高速度和高机动性，可以突破任何导弹防御器，对现有的防御体系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威胁，能够发挥出其最大的威力，予以敌方以致命打击。因此，美国要想有限战争，中国肯定也会从容应对，也有更多的底气可以与美国对抗。只要美国越界，那么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将会直接招呼，也将给美国巨大震慑。所以，当今时代，和平与发展才是主题，各国都应该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，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。